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大书《道德经》。《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古今中外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学者都研究过《道德经》，写了很多关于它的书。在分享这本书之前，先概括一些关于《道德经》的基本点。首先，什么是《道德经》？这部书分上下两篇，是《道经》和《德经》。那么道篇的第一句，通行本是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这个篇名就取为道。那在德篇的通行本里呢，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所以篇名取名为德。你说哎呦，这个我听着都很熟悉，可它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点一点的梳理。我刚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通行本，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大众所广为熟知和流通的版本。这个版本的《道德经》总共分为81章，但这个章是后人为来分的。《道德经》全书总共只有约5000字，那道这个字在书中出现了70多次，德出现了40多次。那么《道德经》的作者是谁呢？就是老子。据说他成书于春秋时期，所以在汉代之前，这部书就叫《老子》或者《老子经》。老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一直很神秘，其实到现在也是存在学术界的争议的。甚至有学者说，并不存在老子这么一个人，因为老和子在古人那里都是尊称，他并不能够指具体的某个人。但是在历史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老子的记载，能从这些记载中得到一个关于老子的形象。比如说太史公司马迁，他就在《史记》里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一起记叙下来。在道教中，我们能够看到老子像，他是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的第18个化身，所以老子被尊为道祖。司马迁的《史记》中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今鹿邑栗乡曲人里人，他姓李，这是大姓，名耳，字丹。这个丹是什么意思呢？就耳朵旁一个冉冉升起的冉，它就是指的又长又大的耳朵。所以在很多关于老子的画像和塑像里，你注意去看，那个著名的老人家双耳就几乎垂到了肩膀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很奇特的一个面目特征。老子一说，字伯阳，他是周朝守藏室之史，就是一个史官，藏室就是收藏图书的地方，也就是说老子是当时周朝管理中央图书馆的人，所以他非常的博学。据说孔子曾经跟老子见过一面，入周向老子问礼，就孔子是去拜见老子的。那么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见过面呢？其实这也并不确定。那么见面的时候老子多少岁呢？司马迁也没有说清楚，但是大概大家都认定一个说法，说老子非常长寿，他可能活了160岁或者有200岁。那么《道德经》是怎么写成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问答，就是有人坐在老子的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老先生就给他们答案。有人把这些答案概括总结，提炼升华，就形成了这本著作，叫做《道德经》。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内容部分。我们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概括的来论述，老子讲的道，它指的是方向、目标、规则、境界、边界或者是底线。你看这些词一出现，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都要弄清楚的事，所以这个道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跟别人交往，以及怎么定义自己。如果我们读了《道德经》，我们会发现里面会出现厚德载物、以德服人，这些词我们现在非常熟悉了。那德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讲的德，就是一个人要按照道的标准去做人做事。那这样一说，你说好像不难理解，很简单。整部《道德经》就围绕道和德展开，主要讲了5个字，叫做道、德、天、地、水。道和德我们之前讲过了，天自强不息，地厚德载物，水上善若水。他就是通过这3种形象来领悟终极规律。老子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呢？当然是要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呢？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一段总共24个字，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在讲说世间一切的规律一直在不停地发生变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只有变化是不变的。对，一切都在变化，它可能变好，可能变坏，总之你要接受不确定性。什么叫做不确定性？就是所有的事其实并不是固定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表面的现象来认知变化背后的规律。世间的事物本来也不需要通过命名来加以区分，我们为了方便识别才会给一些事物命名，比如这个叫水，那个叫火，这就是我们用来区分彼此的。但这些名词所包括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包括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月有阴晴圆缺，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的四季更迭，我们甚至有一个固定的笔记本，它都会随着时光流逝变旧，卷边都是在改变的。再往深里面，这个改变还有另外一层引申意思，比如说我们说的红豆，它不一定就是指红色的豆子，也不一定指植物，它可能是相思，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所以给一些事物命名，包括沿着这个名字去认识它，理解它，延伸它，是我们认识世间万物的起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心无所欲，就可以发现生育万物的自然之妙。但如果我们带着分别心、胜负欲去看待世界，那么你看到的世界就只限于你的认知范围，对吧？这段话再想一下，是不是很有道理？你说所有这些事情都这么的伤脑子，那么老子说所有的变化背后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有一个终极的真理，那这又是在说什么呢？老子认为一件事情不要轻易的去给它一个名字，如果你随随便便的给它命名，随随便便的给它一个概念，那这样只会让你越来越糊涂，不会让你越来越聪明。也就是说，读通了《道德经》，人就不会局限于表面的事情，不会局限于定义，不会成为一个被知识变得越来越迂腐的人，而是会智慧通达，越来越聪明。我们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道德经》，或者从来没有完整的读过它，我们也会知道这本书影响了很多牛人，所以它被称为内圣外王之书。你说好了，这个词我又不太理解了，这个内圣外王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在说，《道德经》是写给谁看的？所有的人都要变聪明，追求更高的智慧，那么需求最迫切的是哪一类人呢？就叫做内王外圣。我们来解释一下古代的这个王字，它并不是单纯指皇帝，某种意义上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也可以被称为王者，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主要的领导者就是王。放到我们的现代家庭中、职场中、城市里都有主要领导者、主要责任人，这就是王，就是要扛事儿的人、负责任的人。那么这个圣，儒家讲的圣人是指品德修养特别高的人，比如说孔子、王阳明，但道家不是，道家讲的这个圣就是通达事理的领导，所以大圣其实就是那种通达事理的大人物。所以《道德经》本质上就是一本关于领导学的经典，它是给各类要负责的人、要扛事的人、要创业的人、身份里带某某某某长的人写的这么一本书，他在讲治国之道、为官之道和做人之道。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书简单的概括到这里。你说为什么聪明人都要研究道呢？道怎么就重要了呢？因为道就是表面问题背后真正的答案，或者说就是这个滚滚红尘、纷纭万象背后一个稳定的核心。把握了这个核心，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简单。所以老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掌握道，如果你掌握不了，你的命运就由别人来主宰，你的思维就由别人来代替，那么你就糊里糊涂的活，糊里糊涂的随大流，你的智慧没有开启，而且你对自己的要求太不严格了，你没有成长和进步，没打开。那么如果你能够掌握到，你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道德经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门功夫，在心上下功夫是要在事上练的。
我们不能仅仅读了这本书，然后道德经归道德经，你归你。我们要通过读这本大书改变自己的一些认知，能够掌握事物的终极规律，让自己变成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在深入的学习这本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要死记硬背一些句子，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时刻对照警醒，来践行到合德。我们要了解一下老子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在他生活的时代，社会状况十分复杂。孔子对那个时代的评价4个字，叫礼崩乐坏，就是旧秩序完全崩塌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战乱不止，人命像草芥一样，大家都非常痛苦，而且随时随地都会认为发生不测，我的命运就被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思想家、改革家们应运而生，纷纷著书立说。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定风波，给大家一个定心丸。那么这些人不仅在一起讨论政治和社会的运行规律，他们也开始纷纷思考人生的意义。所以这个时期就被称为百家争鸣。我们所熟悉的儒家是孔子开创的，提出人生至高境界是一个人字，单人旁两横，仁义道德的人，社会秩序的至高境界就是一个礼字。道家是以老子为首的学派，提出了道合德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提倡清净无为的人生理念。比如说墨家，他就提出了兼爱，要提倡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比如说法家，他就认为人性本恶，应该用法度来约束众人，规矩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些思想一直流传下来，就奠定了中华千百年以来的精神文化基石，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这个思想火花闪耀的时期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那这一段时期不仅在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哲学家，世界各地的精神领袖也纷纷出现，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不约而同对宇宙和人生展开思考。比如说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以轮回和正悟来解释宇宙跟生命的关系。那么希腊就出现了3位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开始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诚实，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爱，什么是逻辑。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些思想都在探讨什么是人本身。这个时代就被称为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光芒太耀眼了，一直照耀到今天。那么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就是这个轴心时代不可忽视的一支火炬。《道德经》在2000多年的流传中，其实出现了很多的版本。历史上流传最广，大家使用最多的版本，我们叫做通行本。它就是以三国时代曹魏经学家王弼注解的一个版本为底本的，就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好了。这个版本我们叫它通行本或者是经典本，它就分为道经、德经2个部分，总共81章。之前我们提到过。可在1973年的时候，考古发现就有了一个新的《道德经》版本出现。发生了什么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就包括一部《道德经》。这个帛书版本的《道德经》年代大概是在汉高祖和汉文帝之间。这个《道德经》是抄写在帛书上的。你说什么叫做帛书？这个帛就是丝织品，在当时非常珍贵。因为古代的经济条件以及各种技术生产力的限制，丝织品是只有贵族才能使用的，非常少。帛书就是把这部《道德经》抄写在丝织品上面的书。所以当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这个帛书版的《道德经》之后，立即就震惊了考古界，震惊了很多人，吸引大家去参观。在那个时代，只有大贵族才能拥有帛作为随葬品，而且竟然能够保存下来，这也说明这个帛书版的《道德经》是当时墓主人的心爱之物。这个版本应该是比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通行本年代更早，所以考古学界就提出一个观点，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这个帛书版的《道德经》更接近老子著述的原貌。把这个帛书版经过整理和复原后，人们发现它和通行本之间存在着几百处的差异。
简单举个例子，比如通行本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在帛书版里这个字略有不同，叫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而且这句话出现在书里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在通行版里它是第一句，对吗？可是在帛书版里并不是这样，因为帛书版不是道经在前，而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也就是说，道德经在最早的时候也许应该叫做德道经，老子可能是先讲德再讲道，从德入道，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接下来才了解事物的真相和恒久不变的真理，这或许才是老子的思想。再比如，我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大器晚成，也出自道德经，但帛书版里不是大器晚成，而是大器免成。这么一对比，突然发现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大器免成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大的这个器物是不会固定成型的，因为成就意味着完结，固定下来就失去了可能性，那么它怎么能称之为大呢？所以你看大放无余，大音希声，就是在讲最大的方正就不会有边界，直角一旦有了边界，那它就不能再大了，它就被限制住了。而最大的音律不会以声相和，天籁就是无声的。所以这样想一想就很有意思，的确是这样。如果它是一个大器，大到无边无际，大到我们无法理解的宇宙，那么它就应该免成。所以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考据，但无论哪个版本都会让我们距离《道德经》的智慧再近一点。我今天就把两个版本对照来讲，那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进这部经典。什么是德？帛书版的《道德经》开篇第一章就讲到了德的重要性。那德是什么呢？就叫做人做事的标准。那我们之前也说到，老子身处乱世，面对百家争鸣，你说每一家都提出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做事，这么多的声音中，我应该听谁的呢？我应该相信谁呢？这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以决定文明的方向和人们的价值观。所以老子首先也从这个问题入手，开篇第一句他就提出了根本标准，叫做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具有上乘之德的人，他不以施行德为目的，所以他才具备了真正的德；而具有下乘之德者，处处以施行德为目的，所以不具备真正的德。那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德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一旦你开始努力地表演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你给人发个红包就要别人给你鞠躬，然后你做一点善事就恨不得表扬信贴在脑门上，那这叫做主观意志的加入，就是你做这件事是有目的、对象和方法的。在老子看来，这就不再是真正的德，而只是人为造作的下德。所以真正拥有上德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冲着德去的，他不把自己的行动施加给任何一个人，只是像吃饭、走路一样自然地去行动，就能够有利于大众。所以德就是一种本性，而不是任何外在的目的。这个大家理解了吗？依据这个标准，老子把德划分高下，然后就对人的行为、处事、准则、概念重新进行了排序。那你说怎么排序呢？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真正接近圣贤的人，在他的品性中依次的排序是德、仁、义、礼，排在第一的是德，它最核心就是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也就是说，德是无目的的、无对象的、不求回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在孔子那里也有过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德。但是老子这里其实他讲的德更进一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样的，你不愿意受疼，你也不应该让别人受疼；你不愿意被骗，你就不应该骗别人。但是《道德经》里面的这个德更进一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但是己所欲也勿施于人。就是你喜欢吃苹果，你天天逼着孩子吃苹果，然后你不喜欢打游戏，那么孩子也不能打游戏，这就叫己所欲，也勿施于人。
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一旦你把自己的意愿施加在别人身上，往往会因为我是出于好意，我是为你好，而更加不知收敛。实际上你没有尊重他，你没有平心静气地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那一旦有了施加意愿的对象，你就会期待说这个人得对我有所反馈，那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束缚。所以在老子看来，最好的德就是无为。这个无为不是指你不管教他，什么都不做，把他扔在地上，而是说你不要去违背他的心愿，约束他的思想，影响他的独立判断。那么排名第二的叫做仁，就是儒家的那个单人旁两横的人字。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是要施爱于别人，就是要对别人好。一个人君，一个仁者，一者仁心，其实都是要用温暖、包容和爱来对待别人，但主观上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仁为什么排在德的后面呢？因为仁是有对象的，所以仁次于德。那么排名第三的是什么呢？义，桃园三结义的义。道德经里说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这在说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施行义举对待别人，当然会对别人有帮助，但义是有对象也有目的的，施行义举的人也会希望得到回报，这个叫做互助互利。所以我们社会上的很多规则，包括一些功德，其实都是在指向互助互利。说你不想吃有毒的东西，所以你不要给食物里头掺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我们都不掺，然后彼此就都对对方有了信任，有了好处。包括很多人义卖义捐，其实是希望别人有难的时候你伸出手，那么一旦你也处于这个境地，也有人对你伸出手，这就是一个公序良俗。排名第四的是什么呢？是礼。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他就是在讲，即便是最上乘的礼，那你施于别人，如果得不到回应的话，你就是要举起胳膊强迫别人遵从。因为礼是一种维护秩序的行为规范，它具有强制性。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礼是具有一部分的法律属性的。比如说我们不能闯红灯，那你说这是要遵守这个礼，可是有人说非要闯红灯，怎么办呢？那你必须强迫他，必须制裁他，这就是老子心目中的排序。说完了这个排序，老子后面就在感叹，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宝也，而乱之首也。这段话在说什么呢？老子觉得很悲哀，说你看我把这件事分出了高下，其实我心里是很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把人类天性中的德拿出来进行讨论，就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道，这本来就是很不自然的状态。就像是一棵树，叶子、树干、根须它都是有用的，你不会拿出来互相对比优劣高低，说这个叶子比那个根就好，不是这样的，这不自然。只有当这棵树失去了生命，要被人砍掉，做成器物分割的时候，大家才会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桌子，说这个树干更好，比叶子好，这叫择其才而用之，才出现了比较。所以天下无道，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然的状态。失去了自然的状态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种种的怪现象，比如持刀对待无辜的孩子，在食物中添加违禁品，熬夜加班，不停地补课，对微风和鸟鸣失去了感觉，这些都是不符合道的行为，失去了一个人原本自然存在的向善之心，最后就一级一级地降下来，从德到仁，再到义，降到礼。人的行为需要通过约束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安定。在老子看来，这就已经是祸乱的开始了。如果每一个人都遵从道，那么实际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标准，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子其实是很关心社会现状的，他不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而且他通过写《道德经》就是要试图寻找到解决之道，解决那些怪现象，解决让他看不惯的那些状况。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发现，很多人说老子提倡无为，这就是逃避现实，这跟我们现代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但是毋庸置疑，老子的那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在他看来德是最高级的品行，他就接近于道了。那么德到底是什么呢？老子还是给出了解释，他说道生之而德处之，意思是说道生成了万物，那生成万物之后又怎么办呢？就要依靠德来蓄养万物，所以道和德就是万物存在和长养的本真。所以老子又说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这个玄德两个字熟悉吧？刘备刘玄德，他名字可能就从这里来的。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老子就讲说生成万物而不占有他们，成就万物而不掌控他们，统领万物而不主宰他们，这就是最深远的德。这段话讲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话反复地读几遍，尤其是在家里面，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对待自己的家人，对待自己的朋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关系都很和谐。在老子看来，德是什么呢？他说德存在于万物之中，但不操纵万物，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因为它的存在，万物就拥有勃勃的生机，得以成长。既然德这么重要，是万事万物的生机和源泉，我们怎么做才能不失去德呢？老子给了答案，说三层状态。第一层教之其雄，守其辞，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意思是我们虽然知道的雄的强的这个非常厉害，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那个品种，就要安守雌的弱的。你说这个雌的弱的怎么就好呢？你可以成为接纳天下万物的溪流，它虽然有力量，但是从不把这种力量施加给别人，所以上善若水，就是说水包容万物。如果你像水一样，这种永恒的德就不会失去，就会达到纯真柔和的婴儿的状态。我们看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儿，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他觉得不舒服就可以大哭，开心了就咯咯落地笑，他只观察世界，不做道德评价。所以老子觉得婴儿的状态就是自然的德的状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欲。为天下欲，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这里这个三点水一个稻谷的谷，我们以为它念玉，沐浴的玉，但它在这里读作谷，它就是山谷的意思。那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呢？说我们虽然知道崇高，那个高山是那样的，但我们要安守卑下，我们要成为容纳汇聚万物的山谷，这样永恒之德就会一直充足，归附于朴实的浑然如一的境界。第三段教之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为天下事，恒德不特。恒德不特，复归于无极。你说这是在下围棋吗？何知其白，守其黑有点像，所以围棋是有哲学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清白，但是我们要安守暗昧，就是知道白，但你在黑暗中怎么样呢？你就守住，就能够具备没有极限没有边界的德。所以你看这三段话其实都是在强调你怎么样守住自己，画好边界，不被外界干扰。老子说刚强就一定好吗？德偏要柔弱。崇高就一定好吗？德偏要卑下。清白就一定好吗？德偏要暗昧。德并不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德是包容这一切，德没有二元对立，德是同时存在于黑暗和光明之中，德是同时存在于崇高和卑下之中，德是同时存在于柔弱和刚强当中。因为真正的德就是这样，它浑然如一，接纳一切，不做评价，不分高下。在佛经里，这个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指的就是最高境界，它叫做没有分别心。老子最后就总结说夫大智无割，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完备的制度是不会对万事万物进行分割的。在老子看来，世间万物都非常平等，我们可以一视同仁，而不要有什么好坏高下之分，不要分你是什么国家的人，你是什么眼睛的人，你是什么学历的人，你出生在哪里，
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分别心，有不必要的歧视，有不必要的攻击，有不必要的损坏。在老子看来，万物出于道，同于德，也就是说，分辨世上的贤愚贵贱，就好像妄自毁坏好端端的围墙，而在上面种上蓬蒿杂草一样，就好像按照粗细选择头发来梳理，按照大小来数米粒进行烹煮，这根本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老子看来，最好的方法叫做无为，这2个字才是老子尚德无为的核心思想。什么是道？那么了解了德之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看看什么是道。道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那么老子怎么来解释道呢？道德经里就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既和辽合，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谓之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它是浑然天成的，在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这种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它是独立存在而又恒定不变的，它是造生天地的母体，我也只是在其中。这东西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万物的初始，是一个最高意志，或者是宇宙的规律，或者是不灭的物质。老子说，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名字，因为我说不清楚，我一旦说出来，它有可能就是错的，我就勉强称呼它为道。那如果还要给这个道一个描述的话，我只能称为大。你说怎么会用大来描述这个道呢？老子就解释了什么是大，在他看来，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你说这个大字从小到大我们都会写，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大，可是怎么道德经一说我就听不懂了呢？在老子看来，什么才能称为大呢？老子告诉你，大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不是一个度量的单位，大是什么样的含义呢？说时间流逝没有办法消减它，空间再远你也没有办法脱离它，所以大就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是道的大。庄子在《天运》里面其实就有一段发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天是自然运转的吗？地是自然静止的吗？日月是蒸烛循环的吗？是谁主宰他们的呢？又是谁掌握那法则的呢？又是谁来日夜推动它的呢？是由于机关的操纵呢，还是真有自然的运行呢？到底是布云是为了下雨，还是下雨是为了布云？又是谁在降下云雨呢？是谁没事找事以此寻乐呢？那风起自北方，可是风的行止忽东忽西，忽上忽下，是谁没事在煽动他这么做呢？这些问题有答案吗？你看这么一口气的问下来，你就发现非常牛，那是在2000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他在探讨什么？他在探讨宇宙。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量子纠缠，我们的物质、反物质，我们的暗物质，包括所有物理上的这种概念，好像都是在追问同一件事。你说庄子能回答他的问题吗？庄子解答说，我认为在这些万事万物所有现象的背后，有一种听不见、看不见又无所不在的东西导致了它们的出现。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叫做道，也就是说道是万物的原因，但它本身不受一切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一切出现之前就有道，它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我们先把这段话听完，你就能够理解一个词，叫做因果。我们如果一旦知道了什么叫做道，理解了《道德经》的最高智慧，我们就会发现，世人往往只看重果，说我现在学习不好，不爱看书，或者炒股赔钱了，或者说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坐上那个位子，说这都是果，叹气、沮丧、不服气。可是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果之前，果背后，果道推回去的那个原因。只有这个原因的发生是不受一切其他因素的影响的，但是这个原因会导致结果，到这个果的地方是因缘聚合，就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你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你有很多生生世世的累积，到了这里出现了这个结果，你现在感受到的是果，但其实智慧的人是在追寻那个因，这就是道。然后老子接着说，符合大的特征的一共有4个，叫做道：天、地、王。
道德经里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说我们看那个《倩女幽魂》，那个道士就讲这段话，他在说什么呢？其实是在讲人要遵循着大地上的物候来耕作生活，要因地制宜，这叫做人法地。而大地的物产变化是要遵循天时变化的，这个叫做地法天。而天时的一切变化要遵循更高的规律，那叫做天法道，这归道来管。那道呢？道法自然，道也有它所要遵循的，就是自然规律，本来如此，自然如此，就形成了道。自然没有更高的品阶了，所以道就是天地万物一切的起源和规律。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句话究竟在说什么呢？老子说，可以被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恒久长存的道，可以被定义的名也就不是那个恒久长存的名了。也就是说，有一些道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旦它说出来，其实就不自然了，失去了它本来的真意。我们讲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庄子·天道》里面就提到一个小故事，说齐桓公有一天在读书，就看见一个老人在砍削木头来做车轮。古代那个车轮要手工来做，而且工艺非常复杂，能够做车轮的人都是了不起的匠人。结果这个老人看到齐桓公读书很入迷的样子，就问齐桓公说：您读的书说的都是些什么呢？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老人又问说：这个圣人还活着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然后这个老人就说：那您所读的书就全都是古人的糟粕。齐桓公就大怒，说：寡人读书，你一个制作车轮的老头，你怎么敢妄加评议呢？你怎么能说这书都是糟粕呢？这个老人就讲了一个道理，说你看我从做车轮子的经验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做车轮子最难的不是削木头，而是打眼儿。因为这个车轮做好了以后，那上面要打眼儿才能装那个车轴，这个眼儿如果打得大了，那个车轴装进去就松滑不牢固，那这个轮子就转动不了。可是如果这个眼儿打得小了，太紧，这车轴就装不进去了。怎么才能把这个眼儿打得正好呢？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这是有技巧的。可是你看我干了一辈子这个活，这个技巧我能做到，我能理解，我能感受，可是我说不出来，所以我没办法把这个技巧交给我儿子。现在我70岁了，我只好自己在这儿砍削车轮。那你现在在这里看书，你看的是古时候人写的书，那这些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他们真正不可言传的那个东西就跟着他们的肉体一块消亡了。那他现在所留下来的书根本没有办法重现他的精神，重现他真正的智慧，那这就是糟粕。这就是可以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道本身的道理。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你说那个道已经很抽象了，我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更抽象了，那它怎么来承载世间万物呢？就像我们现在读书一样，如果读书已经很费劲了，可是读了以后我怎么还是没懂呢？然后你又说你哪怕读懂了，也不见得就是那个至高的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老子就又往下讲了2对关系，一对关系叫做有和无，另一对关系叫做名和实，就名不副实，就这个名和实。老子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那说世界万物是怎么来的呢？浑然而成，看不见说不清的道开创了天地。那既然是浑然一体，那万物是怎么样从这一体中各自区分形成自己的样子呢？老子说这就叫做有名。有形有名是孕育万物的母体。根据这个原理，老子说：故恒无欲也，以观其渺；恒有欲也，以观其所矫。什么意思呢？说只有你守住无欲的状态，才可以了解充溢于天地万物之中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这里的这个渺字，在古文中它不是美妙的妙，而是一个目，眼睛的那个目字边一个少，就是少一个眼睛，意思是眼睛失明。这2个渺妙是通假的，
用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眼睛是很难识别出最为精妙深奥的东西的，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只能用心体会。说恒有欲也，以观其所角。这个角，双人旁那个角就是边界，说有了边界，万物就有了区分，那个有欲的状态呢，就可以了解万物的区别。因为我们生活在有形的世界里，我们又是有所欲的，肯定要跟别人交流。怎么样能让别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呢？让别人知道你的观点呢？那你就是要给万物起名字，这就事行和名的相对应。比如你说一朵玫瑰，听你说话的人就知道你说了一种花，而不是桌子，不是动物。不然的话，大家都处在混混沌沌的状态里，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思考，但是没办法把思考传递给别人，也不能够知道别人在思考什么。那这就是有名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让一个东西能够辨认清楚，能够产生交流，只有有名才能让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个事物。给孩子起个名字你就知道了，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但是有名之后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庄子就说过，我们只要对一个事物进行描述，描述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三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事物本身，一个是它被描述的部分，一个是描述出来的语言。你发现这三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统一的。你就比如说林黛玉，这是一个人吧，他又变成了一个文学的形象。你描述林黛玉长的样子，你描述出来的语言在别人脑海中引起的这种图像反应其实是千差万别的，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林妹妹。所以语言一旦产生，它的就跟存在之间有了偏差，它并不准确。古代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叫做白马非马，就在讲这个道理。说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公孙龙的人，他牵着一匹白马过关，那个守关的小吏就说，人可以过去，马不行。那公孙龙就辩论说，我这是白马，它不是马，这就叫白马非马。有什么意思呢？白马为什么不是马？从存在的角度来看，白马当然是马。白马这个名与马这个名，它指向的是同一种存在。你说没错呀，那怎么能说白马非马呢？但是从名来看，白马跟马肯定不是同一个概念啊，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说白马，然后说马？因为白是指颜色，马是指外形。白马是同时包括颜色和外形的概念，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拿颜色来划分种类的话，那白色跟黑色是同属一个概念的，它们可以相叠。如果拿外形来划分的话，那么大马跟小马同属一个概念，它可以相叠。但是颜色的概念跟形状的概念是不能够简单的叠加的，对吧？所以白马非马，你看这就是诡辩术。结果那个守关的官吏就辩论不过了，只好让公孙龙牵着他的白马过关了。这就说明有一套演绎规则，然后实有一套演绎规则。如果仅仅依靠语言，我们很难抵达真相。如果想用名来解释时的话，肯定也会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我们小朋友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几个人蒙着眼睛去摸一头大象，说大象是什么呢？这个摸到腿的人说它像个柱子，摸到耳朵的人说它像个扇子，摸到尾巴的人说它像个绳子。那么他们说的都是一部分，但名不副实，它不是整体的一头大象。所以有道的人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抵达真相，而只是用名来解释了事。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道呢？然后老子有一个总结，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玄。这个玄字原意是指染丝晾晒的时候，把那个丝打一个结，就不会被风吹走了。那在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就像是2根绳子拧在一起，不停地缠绕。到了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终于有一天人类都看到了 DNA 的样子，你会吃惊地发现 DNA 是双螺旋结构的，它一直循环，没有终结，然后非常震撼。你会说古人在造字的时候，那个旋字不就是双螺旋的这个结构吗？它是在指 DNA 吗？这件事真的是很玄。老子所讲的玄之又玄到底在说什么呢？
它就是将有和无像两根绳子缠绕在一起，它就是类似 DNA 的双螺旋结构，一会儿这根在前，一会儿另一根在前，这样循环往复，这就是理解道的路径。而不是说一直朝着有走，它就通向了道，一直朝着无走，它就通向了道。它就是一个辩证的不断螺旋式前进的。这是老子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叫做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话不太容易理解。老子认为一切都包含在道中，因为道容纳一切。那么既然容纳一切，道中就含着有和无，义与象，强与弱，难与易，这些都是道，它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这两个方面，比如强与弱，比如难与易，它都是在螺旋式变化的。当你不识字的时候，你看一本书觉得好难，可是当你认了很多的字，读了很多本书，你现在再看它，你就觉得不难，很容易。它就是在变化的。那么当道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往往是从弱的形态开始展现的。老子做了一个比喻，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恒韧坚强。说万物草木的生的时候都很柔很弱，可是死了以后就又枯又硬。人和万物草木在活着的时候都是很柔软的，柔软意味着灵活，你可以随意的活动，这是生命力的体现。死了以后身体就僵硬了，草木死后也会变得干枯，容易折断。所以老子就总结出了道理，说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说柔弱微小的接受变化的是有生命力的，而那个坚硬的刚强的将死的，它就是失去生命力的那一类。这段话可以对应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也会发现那个所有的青春感，我们所说的那种生命气息，就来自它开放，它接受变化，它永远觉得有新的日子要来。据说老子跟孔子在见面的时候就曾经探讨过，老子就张开自己的嘴给孔子看他的牙齿，说你看我的牙要掉光了，那牙齿多么坚硬，舌头多么柔软，但是你看看我现在牙都没了，但舌头还在，这就是柔弱胜刚强。老子最后总结说，天下的万物都生于有形，而有形生于无形。什么叫做有形生于无形呢？本来地球上面没有生命，从无中开始有了单细胞，然后开始有了多细胞，开始繁衍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我们去看那个车轮，车轮的辐条有30根，但正因为轮毂中间有空洞，你才能把这个辐条装进去。陶器呢？陶器因为是中空的，里面才能装东西，这就是无中生有。房屋因为中间是空的才能够住人，这就是有和无相生的道理。有就是存在，它给人便利，但无呢，它包容，让万物发挥作用。所以道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循环，它不是一成不变，它既是有也是无，在这种有无的不断转换中才能产生万物。可以这么想一下，这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是好事，因为无，那就接下来就吃东西了。你说我现在没有钱，没钱那也是好事，那就是为了赚钱去努力，那个就是变成了有钱。我们再深入一下，来破解一下《道德经》中最为著名的那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底在说什么呢？我怎么样能让我的钱也这么三生万物？道生一就是在讲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那么一生二呢？他的意思是说，再到这个混沌的一体当中，浑然的整体当中出现了分裂。什么样的分裂呢？从无中生出了有，这叫一生二。那么三生万物呢？三其实就是参与，在从无到有这个变化过程中，万事万物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各自徜徉发展孕育，这才是变化。所以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从最初那个一片混沌当中出现了阴阳两极，然后这个阴阳两极不断的交替，不断的改变，演化出了万事万物。那万事万物中都包含一，包含二，在一和二的作用下继续生长变化。我们来总结一下，
道究竟是什么？它无所不在，又无声无形，蕴于一切。它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被任何东西影响，但自身又是循环的，不断变化的。有人会说，这太抽象了，我还是不清楚。别着急，老子用了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解释。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径，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什么意思啊？说用水来打比方，老子认为水就是最接近道的。为什么呢？你看水是那么的柔软和平静，离开了水植物都不能生长，动物也会渴死。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但是你注意看水，我们人往高处走，但水往低处流，人要争先争高，可是水却一直向下流淌，乐于停留在人们都不喜欢的那个所谓卑下的地方。所以水是不争的，它利于万物，但从来不居高自傲。在老子看来，这就是道。道像水泛滥时一样的广阔，但它又是随心所欲的，它又无所不在。天地间的所有成功，所有做成的事业都有道的参与，但是道从来不居功，不占有成功的果实。世间万物都是由道孕育产生的，但是道从来不想主宰干预万物。这是因为道没有私欲，从有的角度来看，道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它很空。但正是因为道孕育了万物而不主宰万物，那么在这个空的领域里，我们又可以说道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无所不容。所以道和水的共通点就在于这里，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当你不争，当你无欲，当你无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没有边界的，你是不被局限的。所以孔子原来就在讲说，君子不器。你一个人不要被什么东西局限，你为什么东西痴迷，为什么东西产生了欲望，你就会被这个东西局限。你一旦被局限，你就有了一个局，跳不出来，那你就不符合道，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道德经中的生活智慧，那么道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老子又是怎么看待道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呢？老子讲道，讲的实际上就是在寻求怎么能让一个人过好，让一个人内心安定的解决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每一个诸侯都在思考怎么才能够更富更强，统治更多的土地，在斗争中获胜。老子就观察了这一切，认为这都是不自然的，这叫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老子认为什么才是道呢？他说，人要想幸福，要想安定，要想长治久安，要小邦寡民。在老子的设想中，为什么非要打要抢呢？为什么非要发动战争来占据更多的领地呢？老子的核心思想是不争，他觉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就是国家要小，民众要少，即便拥有那个大型的器具也没有人使用，然后人民都很惜命，不想到处流动迁徙，有舟车也没有人乘坐，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地方吸引你去。然后有一甲兵器也不使用，因为不知道要对付谁，让民众生活中根本没有什么大事要烦恼，所以就简单的节省济世，这就够了。而且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很满足。老子觉得最理想的生活不是拼命的朝外去，然后获得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就一句话，叫人要得到满足感，叫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就每一个人都满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觉得自己现在吃的东西就非常美味，能让自己满足，自己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就非常得体，能让你觉得自己很美很满意，那就不会去想着要拥有更多，要去争斗，要去违背自然规律，要去违背自己的天性。现在住在这，觉得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人情都很好，跟邻里之间相处的也很好，关起门来也很舒服，我就不会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折腾了。人民满足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不会有争斗之心，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在老子看来，美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他说，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即便我们这个国和另外一个国之间挨得很近，
我家的鸡叫你家的狗叫，互相都能听到，但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民众到死都不互相往来。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很满足呀。我在现在住的地方吃着我自己的东西，然后享受着我的生活，就已经觉得最好了，我没有必要到你那里去了。你说这个完美的社会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它根本不可能实现。老子也回答了，说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们觉得这个状态非常理想，那我叹一口气，我跟你讲，这是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不相信，所以就做不到呀。那么眼前的天下是什么样的？禁忌和限制越来越多，然后民众的行动越不能自由，就会导致越来越贫困，甚至内心很匮乏，总觉得人家好，总觉得自己这些都不值得珍惜。那么人在穷困和匮乏之后，就会急功近利，采取极端的手段来改变生活，那么国家自然而然就开始混乱了。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老子又进一步地说，人多知而苛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就是人民当不能满足，想尽办法去钻营，耍小聪明投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社会越来越复杂，戾气很重，繁琐的事物越来越多，你不想看到的负面消息层出不穷，这样你就觉得很不安全呀。那么你找一个办法，就制定更多的法律，制定相应的政策，那如此一来，政策、规矩、法律越来越多，那么你要约束民众的行为吗？结果呢，心存不轨的人就拿着这些法律来做文章，掌握法度的定义权、解释权和适用范围，最终来盗取国家的权利。在老子之后1000年，那个著名的哲学家卢梭也提倡小国寡民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足够小的政体才不会出现复杂的问题，要警惕现代文明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和老子的思想较不谋而合。所以圣人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最重要要做到无为，就是别管，不要对民众施加自己的意志，民众自己就会自然的蓬勃发展。那么圣人喜好清静，民众自然就会得到治理，到达正也就是道的状态。圣人没什么要做的事，不滥用名利，人民自然就能有所积累，富裕起来他就安定。圣人收敛自己的欲望，那么民众也就会归于淳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圣人怎么治理国家呢？老子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说治理大的国家和烹制饭菜、小鱼是一样的。有做饭经验的人就会知道，说煎鱼的时候最忌讳的是随意的翻动，越勤快乱翻，那个鱼就变得碎碎的，就没法吃了。老子认为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你法令颁布的越勤快越密集，老百姓越无所适从，不知道该遵守哪一条，法律权威反而失去了，国家自然治理不好。很多时候成事的关键往往不在于领导者做了什么，而恰恰是他不做什么。只有领导者收敛自己的意志，减少主观的干扰，道才能够在组织内通行，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不妄加作为，就自然而然没什么治理不好的国家，这就叫无为而治。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遵循道呢？老子说，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就给你们3个宝贝，你要记住，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有了这3宝，人们就可以理解并接近道了。第一个宝贝就是慈，慈是对待别人的态度，叫做成就他人。老子解释说，夫慈故能勇，有了成就他人、保护他人免受伤害的那颗心，你才能够具有莫大的勇气。比如那个母亲为了保护孩子，有时候爆发出惊人的潜力，这个叫做慈。第二个是俭，俭就是收敛，不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向外求。孔子也提倡俭，说节用而爱人，这就是儒家提倡的俭，它是珍惜物品，不要拥有不需要的东西，要物尽其用。但老子的俭范围更宽广，他认为要减少对身外之物的欲望。
在书里，老子就问了诗人3个问题，说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得与亡孰病。我们都来思考一下这3个问题，在心中给出自己的答案。你可以在评论区里敲出来，说生命与身体哪一个跟你更亲近？身体和财物哪一个对你更重要呢？得到和失去哪一个让你更困扰？我们来想一想，就比起财物，这叫身外之物，显然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更宝贵。但是现实生活中，你真的更看重生命吗？我们往往能看到新闻，为了谋财，为了谋一个事情，为了谋一个名声而丧命的人，从古至今源源不断。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得失呢？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得到，因为没有得到，老子认为那你就不会为他忧心，但得到了又失去了，你就会痛彻心扉。所以老子说，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后亡。所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说只有懂得满足，知道适可而止，不过分地放纵欲望，才是长远恒久之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节制欲望，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追求，这样才能够成就广大。第3个宝贝叫做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丞相长。一说故能为丞相长，就是不把自己的意志放在天下人的前面，这样才能够领导大家有所成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争。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故事，说西晋有一个富豪叫做石崇，这个人富可敌国。那有一次，石崇就跟皇帝的外甥王恺斗富，那皇帝曾经赐给王恺一株罕见的大珊瑚，王恺说，斗富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炫耀一下。结果石崇看了看，就故意把这个珊瑚推倒打碎了，说我赔你一个吧。结果石崇就拿出了一个比碎掉那个还大的珊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石崇的东西比皇帝家的还好。最终他就因为炫富，然后引起别人的嫉妒觊觎，最后全家被杀。所以老子说，招来太多的赞美不一定是好事，美玉又美丽又稀少，但是质地脆弱，只能被少数人把玩。石头虽然粗糙，数量众多，但是用处极大，利则天下人。因此老子就告诉大家说，不一定非要做尊贵的玉石，我们可以做朴实的石头。那以上这3个宝贝就是老子给大家的生活建议，也希望能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关于《道德经》，我们就简单的梳理到这里。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